黑河，俄罗斯人出国比我回家都快。两国之间最短距离只有700米。这老大哥，听说70块就可以出趟国，10分钟就能到俄罗斯，这是真的吗？我们来对岸了。他们的国家福利非常好，孩子上学也不花钱，医疗也不花钱。俄罗斯人现在没有啥钱了。我们这次从国内的黑河到俄罗斯的布什，甚至看到了俄罗斯人和中国大爷大妈们跳广场舞。没有想到布什最好看的风景，竟然是对面的黑河。这边俄罗斯人真的很多，难怪叫做国际化大早市。他们早上呢组团来中国吃早餐，中午呢就回俄罗斯吃午饭。这边早餐摊都有俄文。这边俄罗斯人会过来买这个吗？那呀，俄罗斯人买的更多，他们喜欢吃这个。他们一买都买100多块钱的。我这块有俄文，他都认识。我一给他介绍斯图尼娜嘎维亚基普利斯，哇，你们厉害哦！啊，我都会，不会说你咋卖货。汉族吗？辣椒，我是汉族。他们说我有点像俄罗斯人是吧？妈呀，我这都晒黑了。他们还是这么喜欢买水果。我发现这边店家都会说一些俄罗斯语。现在这边俄罗斯人多嘛？周六周天。上夜市基本上有1/3是。最喜欢吃的就是草莓。还有10块1斤的蓝莓，这边蓝莓真便宜。看啊，学习外语的语言环境是多么的重要。在这边呢，摆摊的商户都会说几句俄语，因为这边俄罗斯人多，就主打一个环境造就他们学习。现在外面34度，我们急忙打开了空调。哇，回车上吹空调得救了。这边这个鸡蛋汉堡还挺好吃。我们现在来到了岸边，离得非常近啊，就这一条河过去就是俄罗斯。这边夏天呢，坐船10分钟就到俄罗斯了。冬天他们有气垫船，你可以从这个冰面上溜过去。正对面就是俄罗斯国旗。有人在这儿游泳，哎，真的还挺近的，甚至可以游过去。听到了对面的广场音乐。黑河爱辉国际化大夜市，这里的夜市摊呢，上面是中俄2国语言。还真是国际化夜市啊，非常多俄罗斯人。哎，这条街卖啥的都有啊。年轻人就特别喜欢吃这里的金币饼。他们会用那个移动支付吗？还是就是现金？有啊，有支付宝。你觉得在这个夜市赚的怎么样？我饭钱吃的。你们先吃，跟那个鸡蛋卷一个味儿。俄罗斯人现在没有啥钱了，他们就是买啥东西也买，就买的少，特少。哇，这大串看着真香啊！这边国内挺便宜的，10块钱一串，吃起来焦焦的。俄罗斯人也好这口大串腰子。这妈妈带着儿子过来吃了份肉夹馍。好多人啊，我们去看看。正好赶上了中俄狂舞大赛，中国人、俄罗斯人欢聚一堂，在这里斗舞，还得是凤凰传奇呀。这传唱度，一到凤凰传奇的歌，小孩歌就特别的开心。今天真的是好玩的一天啊！对，又热又好玩啊！可以感受到黑河这边中俄2国的这个文化交流啊，非常的浓厚啊。夏天就可以坐这个大巴车到隔壁的俄罗斯了。之前都是自由行，这次第一次跟团，基本上过来跟团的都是大爷大妈。坐的呢就是这种大巴车，坐车不到10分钟，过了中苏大桥就到俄罗斯了，但入境花了2个小时。亲爱的游客们，大家好！他们的国家福利非常好，孩子上学也不花钱，医疗也不花钱。它的人口呢不多啊，还没有咱们中国的一个邻村多呢。它为啥不建楼了？你整楼我也没入了。俄罗斯呢，地大物博，地广人稀，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全球。俄罗斯人呢，他没有咱们中国人这么勤劳。如果像咱们中国人这么勤劳，这么能攒钱，那么说俄罗斯这个国家真的每个人都得达到上千万，他们呢也从来不存钱。那么说这个位置呢，就是这个城市市中心了，就是基本俄罗斯各大城市基本都是日本二手车。是俄罗斯啊，这条街好多中国人。来俄罗斯的第一餐，我们看看吃什么。这餐厅现在都中文啊，估计旅行社来这边都订这家餐厅，所以他们专门第3层就是来招待中国的客人。这是一个亚洲餐厅。第一餐是个西餐，土豆泥、肉丸、大列巴。您吃不惯吗？难吃的，真难吃。就咱们中午吃的都是上等菜，真的，这谁能吃惯呢？你说？我吃挺好。俄罗斯就是啥呢？穷人吃肉，富人吃菜。你想想啊，它这个蔬菜和水果还不是说从我们黑河运过来的，它是从南方往过整。你说到俄罗斯得多少钱了？咱们全天5个景点啊。第一个景点是在防空洞里的博物馆，里边有真枪啊。这个是苏联当时很有名的斯布机，这是苏军当时的钢盔啊。旅行团的乐趣在于大家一块儿去看一个东西，然后呢都很热闹。这是那当时的大牌机啊，帽子还挺好。不像苏联的。我觉得很迷惑，是旁边放一个模特当景点，然后旁边就可以坐在这里拍照。2个模特，
还真是啊，大部分都是日系车，还有马自达。第2站呢，我们就来到了当地的火车站。我是没想到这个火车站可以当成这个团队旅行的一个景点。这个火车站能作为一个景点，一定有原因。然后他就在查资料，这为什么能作为一个景点？你告诉我什么原因？它是一个市的保护建筑。这个景点意义就是可以买个冰淇淋吃。这个店纯中文标识。140，谢谢。哦，谢谢。拜拜。拜拜。再见。会说一些中文。70卢布，6块3一个。每一个城市都有这种金顶教堂。这是我们团队旅游的第3站，东正教堂。这个东正教堂是我们俩看过俄罗斯教堂里面相对小一点的东正教堂，然后里面呢是收费的。在俄罗斯第一次见到收费的教堂。我们在黑河听说70块就可以出趟国。我现在的确就在俄罗斯，但我们俩呢是花了一个人880块的团队旅游免签来到了俄罗斯。个人还是不能免签。大家都很喜欢跟俄罗斯人拍照。去照吧。不是我，没事儿。你会说中文吗？Thank you。就发现第一次跟团游啊，跟自由行还挺不一样的。你能够去很多自己根本不想去的地方，但是去了之后又发现还挺好玩。导游在介绍这个雕像，然后大家都在看这边。是吧？谢谢。大爷大妈还是萌，然后他们就过去了，就很社牛，就可以拍照嘛，然后就开始一个就在那拍照，然后小姐姐都懵了，但是很配合。什么叫从众心理呢？就是刚开始第一个举动你会觉得有点诡异，但是大家都这么做的时候，你竟然在诡异之中找到了一丝合理。属于那种拍婚纱照的地方吗？这里最大的公园，大家都在看这边的俊男靓女，没有人听他在讲。太好笑了。当地特色格瓦斯30卢布，3块一杯，不难喝，也不是很好喝的样子。跟哈尔滨的格瓦斯不一样，相当于没有酒精的麦芽饮料。对面就是咱们的黑河了，已经看到咱们的红旗还有摩天轮了。而这边就是俄罗斯了，布市。咱们黑河真的是高楼林立啊，所以他们这边也就建了几栋高楼，但是只建在了江边。突然想起来，俄罗斯之前有一个脱口秀，对，就说黑河的。对，他放了几张图，就是几十年之前布市跟黑河的对比图。10几年前布市是这个样子，对面的黑河呢一片荒芜，啥也没有。到今天呢，这边呢还是这样的，但是咱们那里呢已经高楼林立了。然后他们就说，我们布市怎么一直都是这样的？对面坐着摩天轮上来，以为坐了时光机，看到了几十年前的俄罗斯模样。站在另一边看咱们的国家还是很特别的你看建的真挺不错的。他们在广场还放了一个退休的船，这个价格居然能住上3星酒店啊！看看怎么样？他跟我们讲说，就住在江边嘛，景色很不错，这很俄式的风格。然后想到了闪灵。这边的老式的酒店都是钥匙的，在中国已经很久没有看到用钥匙开门的酒店了，非常老旧的空调，还可以啊，有一个这样子洗澡的地方，还是满足预期的。其实我们俩对这个酒店的要求不高，因为我把这个预期值拉得足够低，以至于我现在还是很开心的。哎呦，还真能看到江边啊！看这边就是咱们中国黑河。自从这个中俄贸易好了之后呢，他们这边也是发展挺快的，他们这边也在搞基建。就从这边看，你能看到这个江边很明显啊，这个对比。我们现在来的是导游推荐当地的酒吧，这酒吧是个自助餐的地方，大大方方上去跟他拧去，你知道吗？看着要不然你觉得他好看，你就跟他这么拧。这个店里老板有中国人，就中国人和俄罗斯人一块做的店。看，我就说这个店里面老板有中国人吧，还有锅包肉呢。来俄罗斯就是要吃烤肉。俄罗斯的男女老少真是太喜欢跳舞了，国内的大爷大妈们也真的社牛，很快就和他们跳在了一起。中国大叔太社牛了，上去跟人家跳成一块。他们在弄我。2个人就这样呆呆的。在这里会感觉他们特别热情，没有那么冷漠。对爱人来说真的太难了，好开心啊！在大街上我就自在多。我发现俄罗斯人在那个场景下面其实是很友好、很开心的，他们并不是那种很冷漠的状态。尝试着走着回到酒店，这个过来的时候还是挺远，转一转这个夜景的路边。现在已经晚上9点多了，但是这边人比较少，但是车还不多。路上渐渐开始没有了人，没再慌的，因为离咱国内就隔了条江。我天啊，我看到了啥？在咱们国家那边我都不知道，咱们这边这么的繁华，灯火辉煌。咱就是说，是不是灯火辉煌？这弄得太好了。原来从布市看黑河，咱们这边这么壮观。世界的黑河，怪不得那个脱口秀演员这么感慨。还有专门的俄罗斯人跑到这个地方跟后面的中国合影来打卡，这已经成为一个网红打卡地了。这是俄罗斯的布市，这是对面的黑河。没有想到布市最好看的风景
竟然是对面的黑河。他有一颗航海的心。他在演奏加勒比海盗。中国的玩具已经火到了俄罗斯吗？在这亭子里看到了拉布布。你想，你看中喜欢啥你就买啥，不买就不买啊。是旅游团的固定环节，带大家来购物。这里的东西普遍都比较贵啊，这一块蜜蜡5000块钱人民币，钻石100千万，55000卢布。这一对耳环居然要5000多块钱。这里矿泉水要10块人民币，100卢布。好在是想买就买。不得不说啊，导游选这地儿太厉害了。这附近1公里内都没其他超市，因为像这种团队旅游来的这种超市卖的都会稍微贵一点。比如说贵多少呢？我们酒店旁边有一个本地的大超市啊，我们进去看一下，和导游带团队去的超市物价差了有多少倍。这中国品牌随处可见啊！俄罗斯本地超市的矿泉水实际上才3.8块人民币，但是旅游团带你去的商店呢，这一瓶水要10块钱。这里的牛奶才6.9块，出国了又没有完全出。这边一瓶茶折人民币12块钱，我天哪！进口货就是贵啊！当地特色的烟熏马哈鱼啊，这个是当地特别值得来吃的，但是导游不会带你来吃，因为他们买这个没提成。俄罗斯的西瓜会贵一些，他这一牙西瓜要卖到13块钱，白猫。俄罗斯人都会说中文了，他在推销那些纪念章。我们今天的这个跟团游到这儿呢，就进入了尾声。但是好在呢，它不是说要求你必须消费。就是你愿意花就花，不花就算了。够了，这就算是到家了。回来了，认识了很多人，然后又看到了一些新的风景。好，青山不改，路上又跟着我们一起开始有趣的各种生活。晚安。